这是我在野外见过最屌炸天的荒野建造。男人仅仅用了90天的时间，赤手空拳给我们诠释了由现代社会堕落到铁器时代的全过程，更是利用了从泥土中提取的铁矿石，不仅为自己打造了一系列的铁制工具，刀子、斧头、锤子、凿子一应俱全，更是采用了最原始的工艺技术，打造出了一座榫卯结构的荒野大别墅。男人叫三蛋，因为厌倦了现代社会的尔虞我诈，并且发现大多数人的铜臭味越来越强烈，所以不敢苟同他们灯红酒绿的生活。他决定独自一人来到这深山老林里，为自己打造一座野外别墅，颐养天年。经过三蛋一轮的寻踪觅迹，他一眼就相中了这处小河边的奇特山洞。这里门向河，背靠山，妥妥是一块依山傍水的风湿宝地。而且山洞前的这条小溪，正好可以将它与对面的陆地隔开，防止不速之客深夜到访寒舍拜访。三蛋很快就把小时候的荡秋千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转眼间就把山洞四周围的艾氏藤蔓一扫而空。三蛋过足童年时的快乐记忆之后，才发现山洞的高度和面积太过狭窄，要想在里面住得舒舒服服，就必须将山洞进行拓宽处理。于是他拿来石头与岩石相互伤害一番，不料岩石的坚硬程度堪比皮肤汗数，白费力气。明明已经是21世纪的人了，还采用原始人的思维方法，着实有点丢人现眼。于是三蛋决定先到外面打野发育一下，熟悉环境之后再另行定夺。毕竟现在已经不用干着朝9晚5的机器式工作，想干嘛就干嘛。雨林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三蛋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来到一根吊在半空中的藤蔓面前，若有所思。片刻之后，直接将藤蔓的7大姑8大姨一同打包带走。原来三蛋要制作一个用来装粘土的篮子，由于粘土属于重量级物品，所以制作篮子的工艺必须得十分讲究。在编织藤蔓的时候，必须严格按照学渣考试时的技能，3长1短就选短，3短1长就选长，2长2短就选 B， 参差不齐 C 无敌。篮子编织的怎么样？感觉还不错吧？而剩下的藤蔓也不能铺张浪费，三蛋决定拿来编织一双丛林鞋子。简单用藤条丈量了一下脚的尺寸，然后将它弯曲成8字形状，放在双脚趾之间，接着用一根藤条来回穿插编织。很快，在三蛋极其离谱的手艺下，一只结实无瑕的鞋底板就诞生了。用脚试一下柔软的鞋底板，大小刚好合适。接着，三蛋找来了一些树皮，将其皮肉分离撕成小条形状，然后把它放在阳光底下直至晒干。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牛角单股，逆时针牛角双股，当然手脚都要同时并用，方得来之不易的结实草绳。最后将草绳穿过鞋底板，拧上几个花结后套在脚上，绕过后脚跟绑定结实。一双精美无比的三蛋牌人字拖就大功告成了。在崎岖不平的林中走几步试试看，果然健步如飞，如履平地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调皮的蛋仔在丛林里被脚下的石子划伤了。有了拉风的鞋子，找回自信的三蛋走起路来明显也带着阵风。光有这双拉风的鞋子也不足以让他砸开石洞里的岩石。不过三蛋很快就想到了鬼点子，现在他需要搭建一个炉子，于是找来了一块椰树皮，然后捡来10块将其一分为2。接着又将一小节树枝从中间劈开，把裁剪好的椰树皮绑在树枝上，这样就做成了一个鼓风扇。这还没有完，紧接着在地上用扇面画出一个圆圈，然后拿着篮子来到小溪处，收集了一堆正在憨憨大睡的粘土。把粘土按照刚才画出的圆圈边叠了起来，捏出鼓风机的外壳部分，其高度略微高于鼓风扇一丢丢，放上去测试一下，问题不大。接着三蛋找来一块小石头，将石块中间砸出一个小凹槽后，放在圆圈的中间位置稳固扇叶，再测试一下，果然纵享丝滑飞一般的感觉。而鼓风机的顶部则用树枝来做横梁，排放规整后，在外层裹上一层粘土，为了好看美观，还要将其表面涂抹平整发亮为止。简单测试没问题之后，三蛋开始将鼓风机的出口用同样的搭建手法如法炮制天柴的火炉。随后他用更细腻的粘土按照炉口直径大小准备做一个通风口的托盘，在中间打上19个孔洞，这样既方便火焰与空气的接触，同时也可以用来承托木炭与铁矿石。
像这样的托盘，有很多地方都叫它为冶炼炉的篦子，你们那里又会叫什么呢？安装完篦子之后，三蛋开始垒起炉身，等竣工完的那一刻，整个冶炼炉的盛世容颜，有没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感觉？你们的肛门胸会不会有一泻千里的冲动呢？酷似马桶的冶炼炉终于大功告成，是时候检验它的性能与效果如何。至于检验员，当然是我们熟悉的火兄了。不过要请火兄自我燃烧起来，就必须做好前期工作。三蛋很快在小溪里精挑细选了一颗石头，用以10转10的内力，在中间戳了一个洞，串上一根小树枝作为轴承，顶端再拴住一根绳子，并且缠绕在小树枝上面。就这样轻轻拉动两端的绳子，轴承就会跟着转动。原理和小时候玩的陀螺仪是一个道理。这么一来就可以轻松完成钻木取火。接着把尖锐石块绑在轴承下端，使其形成一个简单的手动电钻。用这玩意在木板上钻出一个洞口，也就分分钟的事情。看见了吧？现在把木板串在轴承上面，然后用绳子把木板两端给固定起来。一把纯手工的电钻，立马就升级成了半自动电钻。现在只需要轻松的不停按压，钻木取火就可以手到擒来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这种撸棍技巧，三蛋早已驾轻就熟，游刃有余，很快就点燃了一堆希望之火。他把烧红的木头全部丢进冶炼炉里面，接着放入更加多的干枯树枝，让火势更加猛烈地燃烧起来。而刚刚的半自动电钻，只需要取走钻头，换上叶片，摇身一变，就变成了一个半自动的鼓风机。现在只要你是多年的单身狗，想必在您熟练的撸呀撸手速中，鼓风机的风力绝对小不了。持续的火势越旺，冶炼的成功率就越大。接下来该开始炼铁了。此时，一个不请自来的外卖飘至而来。三蛋满怀期待走到小溪里，捡起一个椰子，好不容易将它撕开外衣，凿开内壳，可里面却是空空如也，啥也不是。好在三蛋并没有生气，而是把它清洗过后当做装水的容器。真不愧是大将风范，一切都伺机而动。在此期间，三蛋意外发现小溪旁边流出了浑浊的泥浆，乍一看还是以为是窜稀的粑粑呢。三蛋用手拿起来仔细端详一回，果断把它舀进容器里。原来这些浑浊的泥浆里面含有铁元素，想要从泥浆里面提取出铁矿石，还需要加入木炭进行还原，而同时混入泥土的原因，是为了降低铁矿石的熔点。三蛋将三者混搭搓成一个个泥丸子之后，放在火炉的出风口加速烘干。在等待期间，三蛋并没有安闲自在打发时间，而是拿着篮子又去小溪那边挖了许多粘土，在鼓风机旁边垒起了新的炉灶。他一边垒墙，一边在炉灶里面烧起了火堆。为了得到更加猛烈的火焰，三蛋在炉灶底部增加了几个通风口。这一举动彻底暴露了三蛋的意图。原来他现在要做一个土窑来烧制木炭，其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木柴最高的温度达不到炼铁的要求。为了能烧制更多的木炭做准备，三蛋又去收集了许多木柴，并且将其折断成合适的长度，规范有序地放进炉灶里面。这样燃烧起来会使得火焰更加匀称地燃烧在所有木柴身上，从而得到更加优质的木炭。不一会功夫，整个炉灶里面都满满当当地排满了木柴。最后用粘土严严实实地将木柴包裹好，接着从炉灶上方倒入木炭引燃即可。因为之前在炉灶底部挖了几个进气口，火焰就会很自然地自上而下燃烧。三蛋就这样扇了1个多小时，炉灶里面的火势终于燃起了熊熊大火。可不到一会的功夫，三蛋却拿着粘土把所有的进出口全都给封住了。行外人的你们当然不知道是啥情况，这是防止木炭过分的燃烧，从而导致木炭的结实性和耐用性大打折扣。现在剩下的事情就只有等待即可。如果木炭能烧制成功，那么接下来的工序便是三蛋进入炼铁时代的开端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下一期蛋总的铁器时代即将来临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